扭转乾坤的帝王只是随手一击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无异于一场风暴。曹睿在世的时候，对于参与浮华大案的二代子弟，一律一撸到底，罢官免职，且剥夺政治权利终生，永不录用。我们之前曾经说过，孔融先生因为嘴臭，天天针对曹操和曹家发表批评意见，最终在建安13年，逼得曹操政权出击，直接灭了孔融满门。比如曹操想要北伐乌丸，孔融以海内萧条的名义阴阳曹操说：“你也可以考虑一下，把肃慎和丁零一并收复了。”肃慎和丁零是鲜卑人都不愿意去占领的地方。孔融这个意思就是，你曹操既然要兴师动众、劳民伤财、穷兵黩武的征讨辽北地区，那我建议不如玩一把大的，直接把北极一块给占领了吧。再比如，连年征战导致粮食减产，曹操为了省粮，下了一道禁酒令，这下又捅了马蜂窝。孔融再次开启特约评论员模式，反复上表争论这件事儿。而且史书明确记载了孔融多辱慢之词。怎么个辱慢呢？他给曹操说：“尧帝喝酒千杯不倒，孔圣喝酒百杯不醉。刘邦要是不酒后斩白蛇，怎么起事建立大汉？樊哙要是不喝酒吃生肉，怎么在鸿门宴上怒视项羽呢？人家夏商二朝因为女色亡国，也没见禁止婚姻，就你巴巴着要禁酒，喝酒怎么你了？你要是真想禁酒，那建议先禁止大家结婚。”通过这2个事件，我们就能看出来，孔融根本不是在针对治国理政发表看法，他就是单纯的对曹操本人有意见。但是，身为孔子20世孙、汉末名士、北海国相，誉满天下，孔融这种打嘴仗的事情，曹操完全可以选择不听不看，犯不着下如此死手，灭人满门。那孔融到底为什么就是放不过曹操呢？或者说，真正让孔融灭门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个原因可以有很多名字，例如路线之争、政见之争、人事之争，但归根结底还是权力之争。孔融的政治诉求很简单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兴复汉室，曹操还政于汉献帝。而曹操的诉求也很简单，不给。本质上，孔融和曹操是水火不容的政敌，他在利用自己孔圣后嗣、大汉旧臣和士人领袖的身份，利用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声望和影响力，来拉拢一批反对曹操的官僚士族，并且通过密集的发声和批判，削弱曹操的合法性。不过，无论有多么美好的政治理想，在绝对权力面前的都是空谈，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。这一点孔融当然很清楚，不过他仍然要发声。他知道，如果自己也不说，屈服于曹操威势下的其他人更不会说。到那个时候，建安朝廷就更是曹丞相的一人朝廷了。所谓大汉养尸400年，仗义死节只在当下。不久之后，有关部门向朝廷上奏，举报孔融犯下昭和图重、欲图不轨、谤擅朝廷、不遵超仪等罪名。随后，朝廷也是迅速反应，迅速办案。建安13年，公元208年8月29日，孔融被处死，并株连全家，时年56岁。在杀人之前，曹操也曾写文章回怼过孔融。他说：“我虽然德才平平，但杀1-2个像孔融这样的浮华交汇之徒，还是有这个本事的。”浮华这个词儿，终于从孔融走向了我们面前。孔融事件虽然也是搅起了一番波澜，但大汉的气数也却每况日下了。有的人逐渐死去，有的人获得新生。孔融被杀的这一年，我们的主人公何晏才10多岁。他原本是东汉大将军何进的孙子，因为自己的母亲被曹操纳为侍妾，他也被一起接进了宫，成了曹操的养子。转眼20年过去了，到了太和年间，此时大汉已经变成了大魏，皇帝也由汉献帝变成了魏文帝曹丕，后来变成了魏明帝曹睿。当初被曹操视为亲儿子的何晏，也到了而立之年。不过他的政治前途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当初根据曹操的遗嘱，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儿金香公主，成了曹魏的驸马爷。按理来说有个不错的政治身份，但到了太和年间的时候，何晏除了迎娶公主外，几乎一事无成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的何晏先生得罪人了。得罪的人也没有太多，就2个，一个文皇帝曹丕，一个明皇帝曹睿。何晏跟曹丕的矛盾起源于成长过程当中的种种给予。何晏小的时候，
和曹丕一起长大，两人同在宫中。虽然何晏不是曹操的亲儿子，但他少以才秀之名，非常聪明，惹得曹操也十分喜爱。此外，就是何晏此人非常的高调，明明是养子，却比亲儿子曹丕还要无所忌惮。再加上何晏本身就长得非常好看，以至于当时有一个成语叫做傅粉何郎，说的就是何晏皮肤很白，面庞俊美，后来则是专门用来形容帅哥的。话说回来，长得好看，头脑聪明，让隔壁一心想讨父亲欢心的曹丕小朋友羡慕坏了。不过最让曹丕生气的还是待遇问题。何晏和曹丕二人年纪相仿，因此在吃穿用度方面，朝廷的供给几乎都是一样的。当时另一个孩子秦朗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但是秦朗就特别讲政治，态度非常端正，从来都对曹丕毕恭毕敬，什么事儿都顺着他，自觉的低人一等。但何晏老先生就从来没有把曹丕当回事儿，仗着自己是大将军的后裔，再加上有曹操的喜爱，他天天悠哉悠哉，我行我素，穿的比曹丕好看，吃的比曹丕精致，为人还比曹丕不羁洒脱，以至于曹丕还没有登上王位的时候，就对何晏极度厌恶，经常叫他假子来恶心人。因为跟尊贵的文皇帝陛下从小关系就不好，所以整个文帝一朝，何晏在政治上也没有啥进步。一直到明帝曹睿的太和年间，何晏头衔仍是驸马骑都尉。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实职，而是迎娶公主之后都会加封的驸马称号。换言之，又是年少成名，又是才情冠世的何晏，一晃30多年，连个正经编制都没有混上。不过吧，大家也别太担心，要是换成别人，和最大的领导关系不好，可能就认栽了。但是这可是何晏，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聪明。何晏认为，你不给我无所谓，我可以自己想办法去搞。曹魏明皇帝太和年间，京城洛阳逐渐兴起了一种潮流，一堆贵公子们自发地联合起来，隔三差五聚集在一起，互相品评交游，探讨时事政治、宇宙人生以及刚刚兴起来没多久的玄学。这帮小年轻们，不是这些曹魏的年轻干部们，那可是个个来头响亮。带头的人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大汉大将军何进之孙，大魏武皇帝曹操的养子何晏。此外，领军人物还有夏侯玄，他更是天皇贵胄了，是曹魏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之子，大将军曹真的外甥。然后是诸葛诞，他不仅是诸葛亮的族弟，而且还在20年后做到了曹魏征东大将军，并且在淮南3叛中派遣文鸯打爆了司马师的眼睛。再往下是荀粲，这个更不用说了，父亲是荀彧，天下闻名的荀定君，曹操的尚书令。然后是丁密，他是曹操起兵时的老乡丁斐的儿子，其父曾经救过曹操的命。此外还有刘熙，中书令刘放的儿子；孙密，中书监孙资的儿子；魏烈，吏部尚书魏征的儿子；刘陶，汉室后裔大鸿胪刘烨的儿子；李胜，巨鹿太守李修的儿子。另外还有毕轨，其父毕子李为典农校尉，此时他正在做黄门郎。邓阳从小就名于京师，此时的职务是中书郎。李丰父亲是卫尉李毅，此时他在做给事中。虽然这群权力游戏的儿子们，他们的父亲官职都已经到了大将军、大鸿胪、尚书令、卫尉、太守，二代自己的职位也都是中书郎、黄门郎、给事中等等，但是吧，勋贵子弟们还是纷纷表示进步的有点慢了。那么怎么才能进步得快一点，早点为大魏分忧呢？自东汉以来，人物评价就成了一个人能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发展的重要指标，堪称是封建时代的口碑营销。那些帝国名噪一时的大人物，大多身上都有1、2句非常拉风的评价。比如历任太仆、太常、司空、太尉的东汉杨震，也就是杨修的祖辈，就有句评语叫做关西夫子，意思是说在关西地区，杨震的学问和道德水平已经达到了孔圣人的高度。再比如东汉时期，带着大学生夜闯皇帝寝宫，意图诛杀宦臣的太傅陈蕃，他与窦武、刘书合称为3军，号称是一世之宗，意思是此3人为当时一代人所尊敬的宗师。当然最典型的还是我们曹老板，他年轻的时候就连哄带吓唬的让许绍给他封了治世能臣、论世枭雄的评语，这个金字招牌一亮，曹老板招贤纳士都硬气得多了。
所以说，如果有一种办法能让这些二代子弟们获得无与伦比的评价，那进步起来不就顺利的多了？恰好在此时，一种崭新的贵族社交出现在了帝都洛阳。太和年间，来自首都大院和地方大员的贵公子们自发地凑在一起，定期打卡，讨论社会焦点和学术问题。表面上看，他们有着年轻人特有的躁动，比如对时下政局感到不满，总觉得朝堂之上都是因循守旧的老家伙，自认为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，满怀激情地嚷嚷着要革新大魏面貌。不过，有限于政治经验的浅薄，他们提出的改革设想往往都是 too young too simple， 有时甚至还很幼稚。然而毕竟都是权贵子弟嘛，他们小范围内口无遮拦地对朝廷吐槽和挑战，都被当作是年轻人的义气之举，让他们的家族给保下来，一笑了之了。但这样的说辞和把戏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东汉末年以来被反复大清洗而存活下来的曹魏中央官员，更骗不了陈毅断食的明帝曹睿。在曹睿眼中，这群二代子弟聚会的实质就是阴谋夺权。二代们所谓的饮酒赋诗，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，借风雅之名行享乐之实，既浪费物质又败坏精神。而他们的学术探讨更像是对现行政策的指责和批判。时下发生的社会政治事件，凡是朝廷认可的，他们都无能反对；凡是朝廷不认可的，他们又像当年的孔融一样东拉西扯吹捧起来。最可恨的还是人物品评这一点。某些浮华子弟，比如何晏，借助给人做品评的机会，掌握了人才评定的话语权，试图形成一种即便你才高八斗，但没有经过我们浮华团体的品评，你就是个无能的人，就不可能当官的舆论事实。这就更让曹睿怒不可遏，合着大魏的干部人事任命权不在中央，都在你们这群小衙内手里了。试想，如果你是九五之尊，眼见着洛阳城全是这种私下结盟、圈子文化、操纵舆论的官二代，你心里烦不烦？事实上，明帝曹睿曾经多次下诏申斥这种浮华行为，要求青年士人老老实实读书做官，一步一个脚印儿，不要妄想着一步登天。但是二代们始终把皇帝的警告当作是耳旁风，甚至借着探讨玄学的名义，更加疯狂离经叛道，满嘴跑火车。那意思是，我们知识分子之间交友，讨论学术，朝廷用不着上纲上线吧？当然了，曹睿作为历史上有名的小气君主，跟他爹曹丕在刻薄上可谓是惊人的相似，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儿就杖杀宫廷下人。浮华子弟们很快就会知道不听皇帝劝告的下场是怎样的了。公元232年，太和6年，司徒董昭上书请求彻查浮华一事。在奏书当中，董昭一条一条地列举了浮华子弟的罪状，诸如不好好读书，满世界逛荡着去郊游，不专心修养孝悌清修，反而天天找大官攀关系，把自己这个小圈子的褒贬当成了给人定性的武器，谁赞同他们，他们就支持谁，谁不赞同他们，他们就宣称那个人有罪无能。还有人金银财宝开路，派仆人门客到皇宫来，专门找人刺探消息，收集情报。随后，魏明帝对董昭的奏报迅速做出反应，下诏要求严办浮华案，尤其对带头的这几个人更是不能放过。要不是考虑到这些浮华子弟背后的政治能量，历来心性刻薄的曹睿恐怕早就把他们全部杀头了。最终，有关部门找了15个典型，判定为浮华名士的头头，全部罢黜职务，并且禁锢终身，永远不许参与朝政。我们这些名噪一时的大师们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了官场，离开了主流舞台。不仅如此，皇帝曹睿始终对浮华子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青龙4年，卢毓出任新的吏部尚书，主管干部人事工作。曹睿仍下诏提醒他要抵制浮华分子，千万别选那些有名的人。甚至到了最后，曹睿还下令让刘绍起草了一部考克法，专门用以遏制浮华交汇的潜在威胁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考克法颁布后仅1年，皇帝曹睿便因病去世。随着他个人生命的结束，人亡政息的魔咒再次出现在这片土地上，抵制浮华的政策全部都一同夭折了。曹睿239年去世后，那些被终身禁锢的诸如何晏、夏侯玄、邓阳、丁密、李胜等人摇身一变，又靠着父辈祖辈的权势走向台前，纷纷做起了大官。本来被吏部尚书严防死守的何晏，后来成了吏部尚书，掌管全国的人事任命。而那些所谓的浮华子弟们，
又陷入到更为剧烈的政治斗争中。他们有的投靠曹爽，有的投靠司马懿，并且在正史年间掀起了一场名为正史党争的疯狂内斗。从此，大魏国不将国，朝政败坏，江山倾覆。浮华案爆发的时候，朝廷揪出来15个人作为典型，而相关的史料当中翻来翻去，最多只能找到12个人。那么剩下的3个人在哪里呢？风过留声，雁过留痕。要知道，浮华案件中的涉事者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员。这场震动皇帝、波及范围广、持续时间长、涉案人员多的政治大案，理应被记录得十分详细。而且，浮华团体的头目们宣称他们是四聪，四聪理应是4个人物，但却只有何晏、诸葛诞、夏侯玄3个较为突出，因此必然是有一个小伙伴被隐藏了起来。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，太和年间的浮华大案牵扯如此之广，以至于后面在正史党争和淮南3叛中打得火热的那些大人物都有介入，但偏偏就是见不到司马家的人物参与其中。难道是司马氏的子弟就是那么根正苗红，与浮华分子划清了界限吗？其实我想说到这儿，大家又应该明白了，那个被隐藏身份的浮华分子就是司马氏年轻一代的头牌人物司马师。比如浮华名士们普遍有相互标榜的风气，何晏就专门对包含自己在内的3个人给出了极高的评价。他评价夏侯玄是能通天下之志，评价自己是不疾而速，不行而治，而评价司马师是能成天下之物。在出身背景上，何晏的养父是魏武王曹操，夏侯玄的父亲是征南大将军，司马师的父亲是司马懿。在太和年间任太尉，3人的家世高度一致，全部都是曹魏的中央重臣。无论是何晏、司马师的个人私交，还是彼此之间的家庭背景，司马师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何晏小圈子里的人。不过吧，司马师是何晏的密友这一事实，并不能证明司马师一定参与了浮华案。但好巧不巧，在《魏氏春秋》里又记了一笔，说夏侯玄、何晏年轻的时候盛名一时，司马师也深度参与其中。这下好了，《魏氏春秋》坐实了何晏、夏侯玄、司马师3个人年轻的时候铁定在一起搞过事情。最后一个证据则是司马师诡异的当官时间。魏晋时期，一般的官宦子弟大约都是在20岁左右参加工作，工作的起点大多是散骑常侍、黄门郎、中书侍郎。如果老子的能量足够大，例如太傅钟繇的长子钟毓，那么14岁就出来当官也不是不可能。然而我们的司马景王却到了魏景初中才拜散骑常侍，景初3年是239年，此时的司马师已经32岁了。后面同样做权臣的桓温33岁的时候都已经都督长江上游6州诸军事，而32岁的景王眼前却刚刚拿到编制。而且司马师出来做官的时间为景初3年，而景初3年的年初是对浮华子弟深恶痛绝的魏明帝去世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前脚明帝刚刚去世，后脚司马师就出仕做官，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？再加上魏明帝末年的时候，司马懿刚刚替大魏平定辽东，有大功勋在身上，而且司马懿还是曹睿亲自制定的小皇帝的顾命大臣，可谓是备受信任。魏明帝根本没有必要故意打压司马懿的长子，唯一解释的就是曹睿释放了一个范围来攻击，而打击圈刚好包括司马师。因此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，与夏侯玄、何晏的交情不浅，加上父亲极高的政治地位，再加上缺少一人的四聪，再加上明帝死后才高龄当官，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不让人注意到司马师。司马师就是浮华案的头目人物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。如果想听阴暗小故事，可以捋一捋浮华大案后面的故事。那一年是大魏太和年间，有一群贵胄子弟凑在一起参与浮华，被魏明帝严厉打击，禁止出仕。那一年是大魏正始初年，他们逐渐解除了禁锢，纷纷当上了官。那一年是正始年中，他们逐渐分化成了2个阵营，一方依附于曹爽，一方依附于司马懿。那一年是正始末年，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，事实上篡夺了曹魏江山。浮华案的领袖之一何晏死于司马氏之手，家族夷3族。那一年是嘉平6年，因无法容忍司马氏的窃国行径，浮华案的领袖之一夏侯玄联合当年浮华案的其他子弟，诸如李丰等人，密谋废掉司马氏。
结果是小舅子司马师将大舅哥夏侯玄全家夷三族，浮华子弟李丰被当年的浮华领袖司马师用刀环活活砸死。那年是甘露3年，曹魏征东大将军夏侯诞为保卫祖国不被司马师颠覆，毅然发动淮南3叛。在战争当中，浮华领袖司马师被惊吓到眼珠迸裂，不久之后病逝。战争结束的时候，另一个浮华领袖诸葛诞兵败被杀。至此，当初参与浮华案的年轻人们最终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。20岁的时候，浮华子弟们悠游交友，饮酒赋诗；而50岁的时候，昔日的朋友们却在战场上，在皇宫里投以对方最惨烈的厮杀，恩恩怨怨30年归于沉寂。对于那些浮华士人来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或许他们还是想回到太和年间，谈天谈地谈玄学吧。